我叫江凡，是个穿越者，但我死了。300年前，国运擂台降临，各国契约者通过召唤神明的方式征战擂台，胜者强盛，败者沉沦。大夏虽然有1000年文化，但在国运擂台开始之际，便被各国围攻，屡屡溃败。而我作为大夏契约者，在众多联盟的围攻下殒命了。但在殒命之后，我觉醒了神明扮演系统，我可以扮演大夏神明，被契约者召唤，拯救大夏于危难之际。大夏需要一尊神明。国运擂台第17场，大夏落败。若下一场大夏再次落败，将削减1000年国运。八岐大蛇，不愧为我樱花国神兽。无论你们大夏召唤出什么神明，都不可能战胜八岐大蛇。在我们的攻势下，你大夏毫无获胜可能，还是乖乖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吧。可恶！卑鄙的樱花西方，竟然连同众多联盟针对我们！难道我们真的要输了吗？没事，我们还有时间。我大夏5000年文化诸神，定能找出战胜他们的神奇。嘿嘿嘿嘿嘿，大夏人，我们可不会让你们有时间残喘。我要求使用道具，我们也使用。樱花、西方等契约者使用道具，3分钟后将连续对大夏开启国运之战。大夏下一位国运契约者将成江海大学苏月。苏月，我记得她不是江海大学的校花吗？让她上能行吗？该死的小樱花，他们强制使用道具，分明是想趁我大夏无人之际重创。这群畜生，亡我之心不死啊！求求了，这次一定要随机出一位强力神明呀！大家放心，为了大夏，我一定会召唤出最强的神明，哪怕会死，我也绝对不会退缩。请选择你此次召唤的神明。我选这个。3目如炬照幽冥，2刃锋芒斩邪剑，2郎真君显灵圣，或有苍生，有平安。2郎显圣真君，杨戬在此。杨戬，竟然是2郎显圣真君杨戬！太好了，这一战我们赢定了！召唤出2郎神，立刻斩杀樱花那群跳梁小丑，重振我大夏之威。樱花和西方已结成联盟，就算是杨戬，恐怕也无法以一神之力抵挡多国神器的围攻啊！提升大夏群众认可，即可提升扮演度。扮演度越高，可解锁更多神明实力。当扮演度达到100%，即可解锁下一神明，请宿主积极扮演。樱花亡我之心不死，众多联盟围攻大夏，导致多名契约者与神明陨落。这笔债是时候让他们还回来了。您就是杨戬上神吗？没错，是我。杨戬上神，我们大夏被众多联盟围攻，损失惨重。若是这一场再输，便会落败。这一战我们不能输啊！放心吧，既然我已现世，必将除恶务尽，复兴大夏。哼，就算你大夏召唤出2郎神又如何？像他这种神明，只能成为我樱花神兽脚下的石子。降临吧，神兽八岐大神！太好了，是我们樱花神兽八岐大蛇。这一战我们樱花赢定了，大夏等着成为我们的输家吧！不好，又是樱花国那头畜生，这下危险了！众多联盟这群小人，之前以车轮战消耗我大夏神奇战力，最后派出樱花国突袭，我恨啊！杨戬上神小心，八岐大蛇吞噬了数名神奇，实力并非普通神奇可比了。大夏神奇落败，尽是遭到这群畜生的下作之举。今日我就将这头畜生斩杀！国运擂台第18战，樱花对战大夏，开战！不好，快躲开啊！神兽八岐大蛇是无敌的，不管你们大夏召唤出什么神明，都只能是我八岐大蛇的食物。怎么可能？竟然连杨戬上神都被那畜生一击秒杀！该死的小樱花，该死的众多联盟！难道我1000年大夏真要落败了吗？
那大夏神奇现在应该烤熟了吧？八岐大蛇，现在它是你的了。怎么可能？八岐大蛇可是樱花神兽，是谁？是谁敢斩断他高贵的头颅？一头畜生也敢在此狂吠！不愧是杨戬上神，果然厉害！杨戬上神，好好教训教训这头畜生，让他们知道我大夏的厉害！你竟敢伤我樱花神兽，不可饶恕！一头灵智未开的孽畜，也配称为神兽？畜生！我要让你付出代价！以我契约之血为引，八岐大蛇神念之影降临！怎么可能？那畜生的头竟然长回来了！气息比刚才更强了，是威压，好可怕！可恶！难道就连杨戬上神都无法应对他吗？哼，看到了吗？这才是八岐大蛇真正的力量。等撕碎你的神躯，我会亲手将你的契约者喂蛇。山海有载，大荒有凶神，蛇身9头，食人无数，名曰相柳，亦不过已被禹王诛戮的孽畜。你这8头小虫，连其形貌都模仿不全，也敢妄自称神？西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！八岐大蛇，踢了他！今日便让你等蛮夷知晓何谓真正神奇。哮天，吞！孽障，无出！不可能！八岐大人怎么会？那可是樱花神兽啊！怎么可能被一条狗如此？强制战斗！我们用了强制战斗，输了要10倍的偿还国运，完了，全完了！不，这不可能！八岐大蛇乃我国至高神兽之一，怎会败给一条死狗？放肆！此乃本真君座下神兽，天庭正朔，司职巡天兽国。天庭之内为本座可唤哮天，天庭之外尔等蛮夷须尊其神号，吞日神君。二郎先生神君威武！神君威武！感应到大夏万民信念统一，对宿主二郎显圣真君认可度突破临界，扮演度提升30%到100%，解锁二郎显圣真君神通8九玄功。今日便以你这孽畜之血，祭我大夏陨落英灵，犯我大夏者死！我樱花的神手被斩了！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假的！八岐大蛇大人是无敌的，怎么可能被大夏的伪神斩杀？大夏神奇早已虚位，所召唤的神明都是不堪一击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战胜我樱花至高神兽八岐大蛇？我严重怀疑大夏契约者苏月使用了未知违规道具作弊，这是亵渎，请裁判明察，严惩大夏。没错，大夏伪神绝不可能战胜八岐大蛇大人。作弊，一定是作弊，必须严惩大夏，让他们赔偿我樱花10倍国运，10倍领土。本场比赛，大夏契约者并未使用任何道具，不存在作弊，因此大夏胜。太好了，赢了，我们终于赢了！樱花国使用了强制雪罗符，我们将得到10倍国运的奖励，10倍国运！天佑我大夏！是你害我惨败，害我樱花蒙受奇耻大辱，害八岐大蛇大人陨落。我要你偿命！败军之将，蝼蚁之躯，诬陷在前，偷袭在后，尽做些下作龌龊之举，你死有余辜！不要杀我！我认输，我投降！裁判，救救我，别杀我！如此处置，你可有意见？樱花契约者违反国运战场规则，对樱花国之惩罚，翻10倍。
即日起，樱花国100年国运，3成国土，半数资源，尽数剥离，归属大夏。樱花国永久沦为输家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二郎先生真君，吞日神君，你们是大夏的英雄！天佑大夏，国运昌隆！传令，即日起，举国兴建二郎显圣真君庙与吞日神君祠，香火永续，世代供奉。多谢神君，挽救了大夏。守护大夏苍生，庇佑国运昌隆，乃我辈神祇分内之事，何须言谢？宿主扮演二郎神君达到100%，现可以抽取下一神明进行扮演。下一个会是谁呢？本场国运之战，胜者为大夏。等等，谁说樱花输了？裁判阁下，枪支决斗服乃众多联盟共同使用，岂能因樱花一方的失败就单独判定大夏胜利？这不合规矩。没错，只有大夏战胜我们所有人，才能够称之为胜利。在此之前，大夏只要输一场，樱花的失败都将一笔勾销。无耻！你们这群卑鄙的畜生！分明是看杨戬上身刚经历大战，想用车轮战耗死他，这算什么公平规则？这不公平！裁判不能答应他们。公平？哼，可笑！你们大夏难道没听过那句至理名言吗？公平只在真理的射程之内，弱者没有资格谈论公平。我们要求规则即刻生效，就在此时此刻，继续与大夏契约者的战斗。大夏人，你们死定了！依照国运擂台规则，我等要求深战继续。申请符合规则。鉴于西方与天竺同时使用强制战斗服，下一场国运之战形势判定为大夏一方同时应对所有人。这两个畜生简直无耻！以1敌2，而且还是刚刚经历战斗之后，就算是杨戬上神，也难以抵抗啊！难道我大夏真的就要沦为他们的手下败将吗？你们，该死的小人们，合起伙来欺负人算什么本事？有能耐冲我来！就是啊，是不是人啊？有能耐打一架，爷爷我死也得换你2个人一起死！不公平，不公平！果然是低劣的人，张口闭口只会打架。我们是文明人，就要用文明的方式解决问题。你们不是最遵守规则的吗？怎么？可恶！你们这群人该死！裁判，大夏的人攻击我！去你的！我们讲规则只和人讲，你们这些连人都算不上的畜生也配听规则？跟他废什么话？丢他！肃静！既然规则允许连续战斗，那么大夏是否有更换出战神旗的权利？规则公平，契约者苏月可再次进行神明召唤。如此便可，不必担忧。尽管召唤，我大夏浩瀚神系英灵辈出，我相信任何一位感知到大夏危难的神明都愿为大夏一战。我，大夏契约者苏月，申请再次召唤神明。大夏契约者，请再次抽选出战神明。我的选择是这位神明。检测到契约者进行2次召唤，扮演系统同步介入。恭喜宿主获得新神明模板：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是猴哥，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大圣爷，真的是大圣爷，我们有救了！大圣一出，谁与争锋？把这群蛮夷神奇统统打回原形！一只猫脸雷公嘴的猴子，这就是你们大夏最后的希望，可笑至极！卑微的猴子，
也配在我等主神面前称圣。待我们将你这厮击败，你们将永无翻身之地。两尊主神，别怕，我们有大圣，大圣是斗战胜佛。没错，大圣爷当年可是大闹天宫，脚踢凌霄，拳打阎罗的主，会怕这两个番邦野神？现在，大侠人召唤你的神明前来受死。头戴凤翅紫金冠，身穿黄金锁子甲，脚踏藕丝步云履，手拿如意金箍棒，晚辈大夏苏月恭迎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听说孙悟空乃是东方斗战胜佛，专司战斗，现在连真身都不敢显露。一只猴子也配与我等并列神坛？大夏神明果然尽是些装神弄鬼之徒啊！怎么回事？大圣爷呢？明明看见金光了，难道召唤失败了？不可能！我明明已经看见大圣了，怎么可能召唤失败？看到了吗？你们最后的希望，连面对我主宙斯的勇气都没有。大夏，此战必败。不如现在跪地求饶，我或可求湿婆神赐你们一个不那么痛苦的死法。哼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我的胡须！什么人竟然如此戏弄本身？给我出来！没劲没劲。俺老孙不过用几根毫毛陪你们耍耍，怎么就急眼了呢？啊！是大圣，真的是齐天大圣！大圣爷，给这两个蛮夷神明好好上一课！该死的猴子，竟敢用毫毛戏弄本神！今日便让你神魂俱灭，永堕无间！我乃奥林匹斯众神之王，纵是东方天庭的玉帝，亦须敬我3分。你这猢狲，还敢如此辱我！湿婆大神登陆了，看到那毁灭风暴了吗？这才是真正的神威！快下猴子，你死定了！嘿嘿嘿嘿嘿，大侠人，好好看着你们的神明怎么被雷劈成焦炭吧！大侠人，我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奉上百年国运，自愿认输，如此我们或可饶你们一条生路。否则，待湿婆大神与宙斯大人撕碎这猴子，下一个便是你大夏1万生灵。我大夏千百年来，洪水滔天未曾跪，万夷铁蹄未曾屈，山河破碎未曾降。这国运擂台本应公平对决，是你们组成众多联盟，围剿我大夏，逼死我神明，辱我同胞。这一次，我大夏绝不认输。绝不认输！检测到大夏万民信念高度统一，对宿主齐天大圣孙悟空认可度急剧攀升，扮演度突破临界，40%、65%、89%，扮演度达到100%。解锁齐天大圣本源神通火眼金睛、三昧真火、法天象地。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你们的声音，俺老孙听到了。接下来就交给俺老孙吧。国运擂台第19战，开战！大夏的神明，我会让你知晓何为真正的破坏。是灭世之舞，湿婆大神挑起了坦达瓦之舞。按说此舞一旦开始，便不会停止，直至世界重归虚无。大夏猴子死定了！湿婆，湿婆，湿婆，在毁灭中化作尘埃吧！
宙斯大人的神发之枪，每一柄都蕴含着诸神之力。哈哈哈哈！两尊诸神同时全力出手，这猴子连一息都撑不过。跳舞嘛，俺老孙也会。哎，孩儿们，在！跟着那黑皮疙瘩跳起来！嘿咻嘿咻，左边扭扭，右边晃晃。你这舞不行啊，节奏太慢了。加把劲儿呀，黑大叔！该死的猴子，给我滚开！怎么不喜欢俺老孙编的舞？那你也别跳了，吃俺老孙一棒！什么？石破大神的灭世之舞竟然被打断了！竟敢打断本神的舞蹈！不可能！石破夜舞可是号称一旦开始就无法停下的毁灭之舞啊！怎么可能被这猴子打断了？就你那三脚猫的舞姿，硬得跟个老梆子，不如俺老孙当年在天庭看的七仙女3分好看。你我造的畜生，受死！大圣，小心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看到了吗？这才是众神之王真正的力量。祭天大圣，说到底不过是只畜生，在宙斯大人的神发下，连灰都不会剩下。大夏人，好好看着你们最后的希望是如何湮灭的。石破，你那所谓永不中断的灭世之舞，居然败给这样一只畜生！依我看，你们天主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，不如和大夏一起，永世成为我西方的手下败将。你说什么？这场闹剧该结束了。不可能！俺老孙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，你那点小雷电给俺老孙挠痒痒还嫌不够劲儿呢。接下来轮到俺老孙了。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我乃奥林匹斯众神之王，若论神格阶位，纵是你们大夏天庭的玉帝，也当与我平起平坐。你怎可能？玉帝老儿，俺老孙当年瑶池赴宴，拳打巨灵，脚踢天王，36雷将挡不住俺一棒，10万天兵被俺耍得团团转，就连杨戬那厮，当年与俺斗法300回合，也讨不到半点便宜。至于玉帝，嘿嘿，还不是被俺老孙打得躲进凌霄殿。什么？这猴子比刚才那个3只眼的杨戬还强？不可能！杨戬可是秒杀了8岐大蛇的存在，这猴子定是在虚张声势。就算他比真的杨戬强又如何？我西方神王宙斯岂是樱花国那头畜生能相提并论的？猴子，我承认你确有几分本事，但若以为仅凭如此便能战胜我等主神，未免太天真了。我乃天主毁灭与破坏之神，执掌万物中焉之权柄，今日便以你这猢狲之血，彻底葬送大夏，万象为玉，焚天中焉，灭世！大夏七月者，你们惹怒的可是真正的毁灭之神。现在你们看到的，
才是众神之王宙斯大人的真正威力。大圣，不可能！大圣爷他。这几个秃子还真有点能耐。大圣，您没事。若是真的不敌，大夏就算认输，也绝不能折了你。我们可以等下次。大圣，大夏可输，您不可失。我们认输也行，求你回来。大夏神界始于鸿蒙初开，盘古斩混沌。青竹愤成于三清历道，万法归一。自此，方有华夏天庭，有36重天，有万仙来朝，有俺老孙当年大闹的那片凌霄。而今大夏不退，我齐天大圣亦不能退。检测到宿主意志与齐天大圣本源道心高度契合，扮演度突破极限枷锁。当前扮演度120%，获得齐天大圣神识共鸣状态，宿主获得齐天大圣神识相助。这难道是真正的齐天大圣？他就是真正的齐天大圣。检测到宿主扮演度突破临界，触及本源神格边界，现开启大圣试炼。通过试炼，可破除施加于齐天大圣神识封印。封印？我大夏诸神为何会被封印？难道？你可知何为天？大圣，我……你可知何为天？天？难道是指天庭？你说那33重凌霄殿，那等阿杂处也配叫天？那大圣，到底何为天啊？答案早在你心中。我心中？取经路上，老孙见得真真的。那城里的百姓能搂着孩儿安睡到天明，没有妖道扰乱世间，这就是天。村里的乡亲能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不再有强盗恶贼叨扰，这也是天。大圣，我明白了。那我再问你，何为天？天就是人，是我大夏亿万万的人。是你小子没错，俺老孙没有看错你。小子，准备好，接下来可是有点疼呢。啊，大圣，我……大圣饶命！我不是回答你的问题了吗？怎么还要挨打？这样下去根本没法打，可我只是一个凡人之躯，怎么才能打过大圣啊？看到了吗？我就说这猴子只是虚张声势。区区一只毛脸畜生，也配挑战我们的众神之王？这帮畜生，两尊主神联手围攻，还要不要脸？难道连大圣爷爷？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大夏的契约者，认清现实吧。你们的挣扎，在真正的神位面前，不过是蝼蚁的哀鸣。跪下，投降，不要做无意义的抵抗。我苏月今日站在这里，代表的是大夏，我绝不投降。不行，这也太难打了。这是大圣，不要认输啊！大圣，我们在你身边，我们就是你的后盾。家没有了，人活着有什么意义？妈妈，大圣一定会赢的。大夏未曾忘记他们的齐天大圣，这份认可
这份信念就是唤醒大圣之力的心火。大圣得罪了，大圣得罪了。小子，你果然很对俺老孙胃口。拿着它，希望有一天你真的能破解我们大夏神明的封印。封印？大圣，我大夏神明究竟为何被封印？又被封印在何处？还能有谁？自然是那些惧怕俺们又垂涎这片天地的蛮夷一致神搞的鬼。等你够强了，强到能一棒子敲开那南天门的时候，自然什么都知道了。记住你刚刚说过的话，不要忘了你背后守护的人。现在用这根棒子狠狠收拾那两个不知死活的家伙。恭喜宿主完成大圣试炼，宿主与齐天大圣本源神识共鸣达成，扮演度突破极限150%，获得大圣神格，解锁齐天大圣全圣神通。喂，两个秃子，现在咱们开始第2轮。笑死我了！刚才都差点被我们湿婆大神灭掉，现在居然还要口出狂言！湿婆大神，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天竺真正的实力。就是，我们天竺才是众多联盟里最强的存在。我神宙斯，让这些卑贱的人类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神。我这死活的毛猴，侥幸逃过一劫，竟还敢口出狂言！既然如此，你便与大夏一起分为输家。这就是两尊创世级主神全力联手的威力吗？连空间都在哀鸣，大圣他真的能扛住吗？信大圣，大圣他一定能扛住的。好，这才像点样子。当年俺老孙打上凌霄殿，踏碎南天门，36雷部众神布下天罗地网，俺未曾退过半步。后来独上灵山，面对诸佛菩萨，俺也未曾皱过一下眉头。就凭你们，也配让俺老孙害怕？今日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齐天！这畜生的竟然不可能！我等主神之力足以撕裂神格，怎会？湿婆大人被一拳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湿婆大人是天竺至高神，怎么会输给一只猴子？不可能！我等皆为主神，执掌一方神域权柄，怎么可能败给你？这股蛮力，你究竟是何物？主神神位，俺老孙当年踏碎南天门的时候，玉帝老儿要给俺封个齐天大圣，俺还嫌那破名头碍事呢。大圣虽无主神神位，但500年前便以一人打穿36天，雷部众神、10万天兵、4方天王皆败于他棒下。他是大夏神界最强的斗战胜佛。是的，原来是你！当年天庭动荡，竟是因你一人。该死，当
当年就不该只是封印那群大夏神，而是该将他们……关于大夏神界，你知道什么？说！猴子，就算你杀了我，也毫无意义。我等乃西方与天主主神，只要世间信仰不灭，神火便永存。即便今日失此，也能自神坛复生。没错，你今日能生，明日呢？10年后呢？只要信仰不断，我岛便是永恒不灭的存在。你答应千次万次，也不过是徒劳。信仰不灭，神火永存。如果不能彻底斩杀，这一场接一场的神战，大夏要战到何时？这是魂魄离体，想逃？这就是他们的本源，绝不能让这2团火回去。抓住那2团火！是。什么？这畜生做了什么？还想走？今日你们就留在这里吧。检测到至高神性本源，恭喜宿主获得宙斯主神本源，恭喜宿主获得湿婆主神本源。神像崩塌了，宙斯大人的圣火灭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感受不到湿婆大神的存在啦！大夏人，你对湿婆大神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感知不到湿婆的存在了？就算战败，我也依然能感受到宙斯的威力。可为什么宙斯大人的神力突然全部消失了？一定是你们使用了卑鄙的手段。我们没有用任何手段，大圣是堂堂正正打赢的，是你们的师父和宙斯联手围攻，却被大圣一一击破。输了就是输了，不要污蔑大夏。神明之战只有生死，没有输赢。你们的主神败了，自然就会死。胡说！湿婆大神是我天主创世主神，怎可因一场擂台战就彻底消亡？宙斯大人，执掌雷霆神权完散，就算身躯破碎，神格也永恒不灭。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？你们众多联盟自恃强盛，围攻大夏100年，种种卑劣行径，真当我大夏忘了吗？以往欠下的血债，今日该还了。不，你不能杀我们！契约者受国语庇护。没错，你不能杀我们！与神明签订契约，神明陨落，契约者自当殉葬。若还有人问，就到地狱去，亲自问你们的神吧。国运擂台第19战，大夏胜！国运擂台第19战，大夏胜！赢了！猴哥1打2，照样碾压！不愧是猴哥，1打2干掉对方2尊主神。猴哥牛逼，猴哥威武！大圣，谢谢你。由于西方与天主主神陨落，契约者受到反噬死亡，众多联盟可继续选出新的契约者与华夏进行战斗。众多联盟是否继续派出契约者？不行，这不公平！大圣刚刚1敌2，连战2尊主神，怎么能继续？规则就是规则，众多联盟既已使用强制战斗券，大夏必须应战。你们真不是东西，都是一群畜生！有本事就来啊！不管你们再来多少神明，我们大夏都能将你们灭掉。若10秒内无人回应，视作放弃比赛，强制战斗券效果终止，大夏将直接获得本轮国运加成。经过众多联盟紧急决议，我们决定放弃继续战斗。联盟代表是否确认放弃继续战斗？
若确认放弃，则强制战斗券效果即刻终止。根据战前契约，战败方需履行以下条款：西方神域、天竺神域、樱花神域，自即刻起向大夏付出100年国运。2、3方需向大夏献祭100年国运，即刻执行。你们是否接受？我们接受。不，我樱花绝不接受这样的屈辱！难道你们敢也献出100年国运吗？强制战斗顶多输掉一座城市，更何况区区100年国运，对我天竺而言又如何？我樱花领土狭小，对你们来说是一座城，对我樱花来说却是整个樱花。我们樱花绝不答应。樱花，你似乎忘了是谁准你踏入众多联盟之列，也忘了当初求我们联手围攻大夏时，你那卑躬屈膝的模样。难道说你要破坏我们的计划吗？我不敢。既无异议，则裁决生效。本次强制战斗结束，胜者为大夏。赢了！我们真的赢了！100年国运，大夏崛起了！猴哥万岁！大夏万岁！只不过赢了一场强制战斗而已。接下来的对决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你们与我们真正的差距。叮！检测到宿主孙悟空扮演度突破150%临界，恭喜宿主获得悟空神格。悟空神格，这是意味着我继承了大圣的部分神位。大圣，感谢你为大夏所做的一切。若无您，今日大夏恐已……我亦是大夏之人，守护故土本是分内之事。记住，大夏神明亿万，英灵不绝。今日是我，明日或许是三太子，是女娲，是盘古。无论召唤出的是谁，他们都会站在你们身前，因为这里是大夏，因为这里有着大夏的人民。大夏永远不孤，大夏人永远不会放弃。尊敬的裁判阁下，按照国运擂台的规则，接下来便是第20战了。请问是否会延续第10场时的赛制？赛制？哼，差点忘了，上一轮特殊战时，大夏自我封闭，未曾参加，连规则都不知道。国运擂台每10场为一轮，每到第10场便会开展特殊的机制，所有参赛文明均可召唤神明参加，在同一片战场空间中战斗。那岂不是说……没错，如果一个文明能召唤出更多神明，那他们将在国运战场中取得绝对的优势。你们大夏就算赢了2场比赛又如何？要论神明底蕴，你们大夏输定了。卑鄙！他们这是想群攻我们。若论神明底蕴，我大夏5000年神话，漫天神佛何止万千，凭什么只能召唤2尊？三清道祖、玉皇大帝、外皇陛下，你们到底为何不回应大夏？我们天主的神虽然只有3大主神，但我们还有其他神能供奉。你们大夏这次输定了！臭牛粪堆里出来的，怎么说话嘴这么臭呢？可恶的大夏人，等下有你们哭的！规则已定，国运擂台第20战将采用特殊赛制，所有神明在特殊擂台上征伐，请各位契约者做好准备。好，干得好啊！连赢2场国运之战，力战3大神域，你是大夏的英雄！见神君齐天大圣，我大夏正统神明终于重现世间。我只是做了该做的，是神明大人们在战斗。大夏上下5000年文明，怎么可能召唤不出神明？大圣记忆中那片被锁链缠绕的天体，难道就是关键？大夏契约者苏月，
感谢您为大夏做出的贡献，请您跟我们来吧。孩子，坐。杨戬、孙悟空，真好啊！老夫等了60年，终于又见到我大夏正统神明堂堂正正站在擂台之上。但你也听到规则了，下一场是国战，联盟可出战神明总数目前探测为42尊，而我大夏可出战者仅有2神。我知道是力选手，但既然我是契约者，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我就绝不会退缩。真君和大圣也一定会战斗到底，大夏没有不战而降的先例。说得好，但正因如此，这一战大夏选择弃权。为什么？我们明明已经赢了，大圣刚刚一战胜过2尊主神，我们为什么要弃权？孩子，这一次不是擂台单挑，那是一片没有边际、没有规则的杀戮战场。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绞杀我们能派出的所有神明，到时候要你面对的不是某一位神明，而是10几个神明的围攻啊！苏月，你是大夏300年来唯一能唤醒正统神明的契约者，你若在国战中陨落，契约断裂，大夏神域最后的2盏灯就灭了，我们赌不起。可我们大夏的神明呢？为什么不回应我们？重生前，我也曾是大夏的神明契约者，那时的大夏却只能召唤出土地、山神之类的低位神明。那些正统天神为何对大夏的祈求毫无反应？你问到了最痛处。你们看，提示：恭喜宿主接触关键历史道具“岁月史书”。这是岁月史书？这是什么？这本古书记载着我们大夏自盘古大神开天辟地以来的所有正神烙印。盘古开天辟地，混沌初始，云气氤氲，华夏天庭皆为气息，落入岁月史书之中。几十年来，其上的名讳光辉熠熠，清晰可见。可现在，这是正神模糊，难道这就是我大夏神明无法回应的根源？检测到宿主接触岁月史书，是否消耗湿婆主神本源、宙斯主神本源，解除岁月史书封印。封印？本源消耗后不可恢复，可能引起未知连锁反应，请确认。果然，我大夏神明的成绩与这些蛮夷之神脱不了干系。系统，立刻给我解开封印！大夏天庭的封印竟然被解开了，成功消耗湿婆主神本源、宙斯主神本源，天庭封印解除进度2%，解锁更多可扮演神明模板待激活。天庭封印，果然与那群西方蛮神脱不了干系。只要我能夺取更多主神本源，就一层层撕开这枷锁，待到南天门洞开，万神归来之日，必会让那群畜生付出代价。可是这书上的神明画像不是挺清楚的吗？什么？这难道真是我大夏列祖列宗显灵？苍天终于再次眷顾我华夏了。这是大夏神明对我们的回应。大夏不是只有2位神明可以战斗，请相信我，也请相信我们大夏的神明，他们从未真正抛弃这片土地。是你为漆黑的大夏带来了第一缕光，是你连接唤醒了我大夏沉寂100年的正统神明。
今日又是你，让我这腐朽的老朽亲眼见证了神迹再现。老夫不，大夏相信你，相信我们流淌了5000年的血脉，相信我们从未断绝的传承。现在我恳请你代表大夏参加第20场国运之战。国运擂台第20战现在开启。本轮为特殊赛制，将从各国抽选契约者进入国战战场，只有存活到最后的契约者方为本次战斗的胜者。没想到这次大夏竟然参加了，我还以为要像上次那样弃权呢。大夏每次参加国运擂台都能给我们带来大量的资源和国运，这一次国战我可是很期待呢。大夏这次绝不会退缩，这一次我会守卫大夏。第20战即将开始，其余人已经决定契约者，大夏是否要抽选新的神明？是，我选择这一位神明。检测到契约者召唤新神明，扮演系统同步介入。恭喜宿主获得全新神明模板三坛海会大神哪吒。又一个，大夏怎么还有新神明？这气势丝毫不弱于之前的杨戬和孙悟空。那个苏月到底什么来头？凭什么一个丫头，凭什么能接连唤醒这种等级的真神？哪吒，哼，有点意思，但在我契约的至高神王面前，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孩罢了。恭请众神之父奥丁大人降临。东方的小神也敢在此喧嚣？奥丁、范天、天照，这些畜生竟然派出了这么多主神参战，无耻！无耻至极！几十个打2个，这算什么国战？就算是哪吒，面对这么多神明，也未免太过。咋地？这就怕了？大圣，不是哮天犬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这到底什么情况？大圣，哮天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低音检测到宿主已成功扮演二郎显圣真君、杨戬、齐天大圣、孙悟空、三坛海会大神哪吒。特殊羁绊条件达成，解锁隐藏羁绊天界反骨仔。羁绊效果，无论宿主当前扮演哪一尊神明，都将获得其余2尊神明一定程度的神念投影支援。天界反骨仔，系统，你起名能不能正经一点啊？还凑羁绊，你当这是金铲铲呢？小子，这破擂台你能来，俺老孙和哮天凭什么不能来？大圣，这毕竟是国运战场，规则森严，你们这样以分身形态直接介入，真的没问题。放心，这分身虽小，却带着俺一缕斗战本源真意，真要动起手来，不会比我本体弱多少。揍那群当年趁火打劫的狗东西足够了，俺老孙和他们可有不少旧账要算呢。哪吒大神，这2位是？这位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一缕分身，这位是二郎真君座下神兽哮天，他们是特地来助战的。大圣，哮天神君，这难道说我一次性召唤出了3尊神明？天哪！大圣还有哮天神君，他们都来了！天佑大夏，天佑大夏呀！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！裁判，我要举报大夏作弊！根据赛制要求，每个契约者只能召唤1尊神明参战，凭什么大夏可以一口气召唤3尊神明？我要求立刻取消大夏的参赛资格！没有问题，大夏契约者
本次召唤的神明只有哪吒，符合规则。放屁！你瞎了吧？那么大一只猴子和黑狗，你看不到？我说没问题。大夏没有违反规则，若是你再扰乱国战，我将立刻剥夺你的契约者资格。你听明白了吗？裁判阁下息怒，无谓之争徒耗时间。若是你敢打乱我们的计划，你知道后果。既然再无异议，国运擂台第20战开启。这里就是诸神战场。诸神战场之中，所有契约者与神明将被随机分配位置。参赛者需要在3日之内抵达众神之山山脚，击败对手，攀登至山顶为最终胜者。同时，战场各处潜伏着上古神话凶兽，将对所有闯入者进行无差别攻击，规避或击杀，自行选择。倒计时开始。凶兽吓唬谁呢？我们可是有神明庇护的。就是什么凶兽能伤到神明？哪吒大神，刚才那叫声，这附近不会真有那种怪物吧？怕啥？有凶兽来才好。俺老孙正好手痒，拆了他们当柴烧。大神说的对，谨慎即可，无需恐惧。当务之急是辨明方向，朝那座山前进，这里不宜久留。目前，多数契约者已克服初期混乱，解决或规避遭遇的凶兽，正朝众神之山方向稳定前进。看到了吗？是奥丁大人和斯雷普尼尔。当然。斯雷普尼尔可是能跨越海陆空乃至冥界的世界级神驹，这种地形对他来说如履平地。照这个速度，奥丁大人绝对是第一个抵达深山脚下的。大夏那些家伙影子都看不到。切，不就是匹马吗？嘚瑟什么？我们哪吒大神脚踏风火轮，混天绫开道，那是直接飞，比骑马快多了，逼格也高多了。说得对，可怎么其他队伍的画面都出现过，怎么不见我们哪吒大神的身影啊？那不是北欧神话中的莫拉芬里尔吗？他们背上是……我神话中的魔狼竟然被大夏人学成坐骑了。大圣，我们这样对他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他看起来好可怜。可怜？嘿嘿，丫头，你知道俺是谁吗？花果山美猴王齐天大圣，就这种小狼妖，就是他祖宗来了，在我面前也得乖乖趴着。当然，现在还有啸天，咱们其他是给他造化，懂不？没吃饭吧？跑快点，再磨蹭，晚饭吃烤狼腿。南妮，这个动静是八嘎，是芬里尔，他背上是大夏的畜生，你们竟敢！啊，刚才是不是撞到什么了？感觉硌了一下。错觉吧，可能是石头。大夏，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！该死的大夏人，竟敢如此遮辱我！我一定要你们付出代价！尊敬的天照大御神，您都看到了，大夏之人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。不仅如此，在之前的擂台战中，大夏使用卑鄙手段，残忍斩杀了守护我樱花的圣兽霸气大神。
跟破石吴国献出百年国运，恳请大御神出手，为八岐大人复仇，为我樱花雪耻。斩我神系圣兽，辱我子民国运，大夏所为确已越界。身为樱花至高母神，护佑子民，清扫污秽，乃吾之职责。想当年瑶池蟠桃盛会，那玉帝老儿请了满天神仙，就是没请俺老孙。俺一气之下，小心，有东西！大夏的杂碎，你们对我樱花神国造成的屈辱，今日我必将百倍奉还。天照大御神就是此人，斩杀了八岐大蛇大人，请你降下神罚。大夏的神明以及汝之契约者，立刻向我樱花奉上1000年国运，然后自愿成为我樱花的手下败将。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大夏立刻奉上1000年国运，宣誓永世为我樱花的手下败将，如此可饶尔等性命。没错，天照大御神是无相的母神。大夏的神明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鬼，给母神大人跪下！跪下，献出国运！放屁！区区弹丸之地的毛神，也配让我大夏跪拜？哪吒大神，撕了那装神弄鬼的老太婆！我大夏命战死，不屈服，绝无可能成为樱花的手下败将。废话真多，小爷我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，想让大夏投降，门都没有。无知小儿，口气狂妄，你究竟是何方小神？报上名来！啊！你连小爷我的名号都没听过？小爷哪吒三太子，能降妖来会作诗，今日到此除奸恶，尔等妖孽快受死！好一个狂妄无知的小儿！今日吾便让你这井底之蛙陨落于自身的狂妄之下，无限阅读，无限阅读。就这？雷声大雨点小，什么声？嗨，陈塘关，我不是在诸神战场吗？怎么会？渣儿，是你吗？我的渣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又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哪吒大神，醒醒！你快醒醒啊！不必白费力气了，凡中无限阅读者，其神魂便会被拖入由心底最渴望的温暖记忆编织的永恒幻梦之中。在梦中，他们得偿所愿，幸福美满，再无痛苦与遗憾，直到现实中的肉身腐朽，神魂亦在美梦中欣然消散。大夏的神明已经死了。天照大御神威武，如此一来，大夏再无倚仗，接下来就该处理这个大夏契约者了。渣儿，来多吃点儿，这些日子关你在后院，是爹娘不对，看都瘦了。渣儿，这些天关你太久了，闷坏了吧？待会儿娘陪你去院子里踢毽子，如何？不对，我明明在诸神战场，怎么突然回到陈塘关了？这是幻术。渣儿，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？是爹娘以前除妖太忙，冷落了你，让你难过了。今天爹娘哪儿也不去，就陪你把亏欠你的都补上。我不认识他们，这感觉是哪吒残留的记忆和情感吗？好真实。老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！东海妖物大军压境，已经到关外了。
昭儿，躲好，千万不要出来！李靖，教得好儿子，杀我二好饼，抽他龙筋。今日我就要你这陈塘关鸡犬不留，为我儿陪葬。东海龙王，杀好饼的是我，抽龙筋的也是我，都什么仇什么怨？冲我哪吒一人来，与陈塘关百姓何干？逆子，你还敢出来？要是你任性妄为，滥杀无辜，我陈塘关今日怎会造此灭顶之灾？这些百姓何辜啊？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未对为父教诲，更愧对全城百姓。你赐我谢罪吧，或许还能平息龙王之怒，我陈塘关一线生机。既然你生我养我，今日我便剔骨还父，血肉还母。自此之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不要！哪吒大神，快醒醒啊！那是幻境！不要！不要！哪吒大神，快停下！契约者不得干涉神明对决，这可是铁则。你想违规吗？大圣，小天神君，求求你们，快帮帮他！丫头，纵然俺老孙在行，可这是幻术，俺老孙也没办法。现在只能靠他自己醒过来。哪吒大神，求求你，快醒过来啊！哪吒，你还等什么？杀害龙王三太子罪无可赦，道真的要整个陈塘关的百姓为你一人的罪孽陪葬吗？哪吒当年确实是为保陈塘关，被迫自刎之后才得太乙真人相助，以莲花化身重生，本该是这样的。逆子，你想干什么？可这感觉不对，为父的话都敢不听了，这一切都不对。世上哪有父母会真的逼着自己的孩子去死？可给我自刎谢罪！就算是李靖，也是迫于天庭压力、万民目光，痛心疾首，绝非眼前这般冰冷绝情。这幻境模仿得了记忆，却模仿不了真心。这世上的父母，纵有千般不是，万般苛责，也绝无可能认真逼着亲生孩子自尽。你根本就不是李靖。没人能逃脱天照大御神的无限阅读，你们大夏的神明死定！不可能，我的阅读被真心的妖女，受死！检测到宿主意志与哪吒本源神性高度契合，获得哪吒认可，泛眼度急速提升15%到80%，解锁神器完全掌控，火尖枪、混天绫、乾坤圈、风火轮、神通解锁、三昧真火、九龙逢天。妖女，开枪！不可能！天照大御神被火焰吞没了，这一定是幻象，是假的！不，这不可能！天照大神，该死的大夏神，你们给我等着！真正的神战开启，就是你们大夏神界灭亡之日！哼，想跑？哼！你怎么可能？抱歉，今天你走不了了。检测到至高神性本源，恭喜宿主获得天照主神本源。果然，关于大夏天庭的封印，樱花也有参与。有了他的主神本源，就可以进一步解开大夏天庭的封印了。不可能！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完全感知不到天照大神了？对我们母神做了什么？神战败者，形神俱灭。你撒谎！我们以前输过，神明总能再次召唤，是你用了卑鄙手段！契约者，杀！
杀了你，他也得死！神明之战禁止攻击契约者，你要违规。违规！他们杀了天照大神，我要他们偿命！什么狗屁规则！冥顽不灵。谢谢你。在那之时，你们3个反骨仔倒是又走齐了。俺老孙那是……哎，等等，你说谁是反骨仔？真正的神战即将开始，大夏的神明，你们最好想想该如何应对。大圣，真正的神战是什么意思？大圣，真正的神战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知道太多对你反而是灾祸。等到了时机，你自然会知晓。樱花神明天照被大夏神明哪吒击败，樱花契约者逐出战场。基于以上结果及先前战败条约，追加裁定，本轮比试结束后，樱花需立即向大夏奉上1000年国运，并自即日起永世为大夏输家，不得违逆。太好了，干得漂亮！哪吒大神威武！小樱花这次真成咱们的狗了。阿弥有我不由天，哪吒大神牛逼，大夏牛逼！哼，樱花的废物又被大夏踩在脚下了吗？真是连当棋子都不够格。大夏的神明哪吒有点意思，不过你的路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加快速度，让我们在神山之巅做个了断。不错不错，没丢俺老孙的脸，是块好材料。哪吒大神，您没事就好。可是我们因为和樱花战斗，时间被拖慢了不少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嘛，放心吧，我有一个办法可以直通神山。哪吒大神，慢一点啊！要散架了！刚才不是嫌慢吗？现在够快了吧？照这个速度追上那群家伙，轻而易举。可这也太快了！大圣，你快管管他！我觉得放心吧，抓紧吧，我们超近道很快就……小心上面！麻烦。刚才那一下是你干的？是又如何？只是清理一下道路罢了。像你们这种野蛮的大夏神明，还有那卑微的契约者，根本没有资格与我等高贵的梵天神系交手。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这样侮辱我们？哼，凭什么？你们大夏的人和神明都是劣等人，根本不配和我等高贵的婆罗门踏在同一土地上。你们甚至连与我等高贵的婆罗门同呼吸一片空气的资格都令人作呕，更遑论踏足这神圣的众神之山。而我契约的这位，乃是天竺至高的创世之神梵天，执掌创造、知识、法则的源头。在他的无上伟力面前，你们这些大夏的伪神，就连跪地求饶、祈求一丝怜悯的机会都不会有。小爷我天生不信命，有本事就动手，没本事就滚开，别挡小爷的路！王妄，无知孽障，竟敢亵渎创世之威！我的陨石带有创世之初的灭绝之力，低等神明触之即死，低等神明触之即神力溃散，肉身崩坏。你
为何无损？你太高估自己了。哪吒大神本是女娲娘娘座下灵珠子转世，后又经历剔骨削肉，于太乙之人莲花台中重生，沐浴三昧真火，重塑无垢仙躯。你区区这点灭绝之力，怎么可能奈何得了哪吒大神？灵珠子转世，莲花化身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就算是什么先天灵物转世又如何？梵天大神可是我天竺的创世之神，是万神之源，在主神之中也是至高无上的存在。区区一个低等神明，见到梵天大神不立刻跪拜忏悔，竟敢反抗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，倒反天罡！原来如此，灵珠子转世，莲花化身，难怪能扛住一击。但你可知，纵有这般根脚，在我天竺神界浩瀚谱系之前，亦不过萤火之光。不说是你，便是你们大夏观世音，在我天竺神系之中，亦排不上前列。哼，尔等僭越之罪，无可宽恕。哪吒大神，一物生灭，皆循法尔，僭越者当重归虚无，滋养新生，此乃大慈悲灭。不！哪吒大神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大夏神明，在创世梵天面前不堪一击。什么灵珠子转世、莲花化身，不过是华丽的垃圾罢了，一碰就碎。梵天大神威武，碾碎这些低等诛心的伪神！不可能，哪吒大神怎么会输？我不信，哪吒大神不可能输给天竺的混蛋，我不甘心啊！我说过，你们大夏无论人还是神，皆是低等种姓的污秽存在。怎么会？哪吒大神居然真的？大圣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您可是齐天大圣，求求你，快救救哪吒大神，他不能就这么……小丫头，急啥？把眼泪收收。谁跟你说那小子输了？没输，可是哪吒大神的身体明明……裁判，胜负已分，大夏神明哪吒已被梵天大神彻底抹杀，为何还不宣布大夏淘汰出局？淘汰契约者需要神明被另一方神明战胜。此刻大夏神明尚未落败，我自然不会宣布结果。你说什么？我亲眼所见，那哪吒被梵天大神绞杀，心神俱灭。这是什么？哪吒本就是莲花化身，这傻帽竟然用一莲脱生这种法术来对付哪吒，正好让哪吒脱离了天道束缚，哪吒的肉身圆满了。不可能！梵天大神乃是天竺创世之神，一个低等大夏神，怎么可能接下创世之计？创世神也不过如此。低等神奇，安敢辱我？他毫发无伤。怎么可能？梵天可是我天竺主神，难道说这个大夏神的神格比梵天还要高吗？不可能！大夏神迹已经被我等联手封印，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强大的神明？你不是大夏神明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大夏天庭自封神而立，上有三清定道统，下有365路正神镇乾坤。我乃天地海三界无量，三坛海废大神哪吒。尔等蛮夷，趁我天庭封印，联手偷袭，妄图断我大夏根基。今日我便告诉你们，我大夏神界醒了。梵天，天竺创世之神，与天竺国运同寿。你可曾想过，有一日你也会陨落？这股威压竟比梵天主神更甚！不可能，这岂不是说大夏的随意一尊神明地位都比我天竺的创世主神高吗？哪吒大神，让他见识见识
什么叫大夏正神？干掉他！踏碎埋神，扬我无愧！检测到大夏万民信念沸腾，对宿主三坛海会大神哪吒认可度突破临界，扮演度100%到120%到150%，宿主意志与哪吒本源神性高度共鸣，恭喜宿主获得哪吒神格。你究竟？记住，是你们亲手唤醒了大夏神界这名沉睡的巨龙。区法器竟敢！我堂堂创世之神梵天，竟会败在你手！我大夏神明不弱于天下任何人，尔等妄图破灭我大夏天庭，却只有这点本事，实在令人失望。大夏神，别得意太早！真正的神战还未到来，待神战降临，大夏天庭必尸骨无存！他想逃！逃？卑劣的大夏神，放我出去！焚！梵天死了。我们赢了！国运擂台第20战，天竺至高创世神梵天被大夏神明三坛海会大神哪吒斩杀，天竺淘汰。即刻起，天竺向大夏奉上100年国运。哪吒大神无敌，莲花重生，力战创世神！三坛海会大神，威武！梵天，师婆，我天竺三相神竟已陨落2位，神话传承断绝，这样下去，我天竺岂不是亡了？该死的大夏人，该死的大夏神明，我天竺与你们势不两立！分明是你们加入众多联盟，针对我大夏，才落得如此下场。就是我大夏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，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大夏人这就得意了。别忘了，樱花与天竺不过是我西方昔日的手下败将。没错，等到了神山之上，我们的神王敖鼎大人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诸神。梵天竟也输了，废物！大夏的神明带你来到这神山之下，我会让你知晓何为真正的绝望。恭喜宿主获得梵天诸神本源。截至目前，我已经获得了4份主神本源。等这场国战结束，我就能通过岁月史书，进一步解除大夏神界的封印。到那时，凭我大夏天庭万载底蕴，看谁还敢欺我大夏半分！哪吒大神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又赢了！是啊，这一战我们赢了。但是我们连斩2尊主神，联盟那群畜生肯定知道了，不用想，他们一定会在神山之下等着我们。围杀，正合俺老孙心意。那群当年趁火打劫的畜生，俺老孙早就想狠狠揍他们一顿了。现在就让我们去会会他们。
操！磨蹭这么久，大夏契约者该不会是怕得尿裤子，不敢来了吧？我们众多联盟所有契约者全在这里，大夏就算怕了也很正常。废物就是废，樱花和天竺那2个连主神都能被斩，简直丢尽众多联盟的脸。依我看，早该把他们踢出去，自生自灭。安静！他来了。大夏的神明，你能走到这里，还算有几分本事。看在这份上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哦，什么机会？加入众多联盟，从此大夏成为我等的手下，你可保留神位，为我等征战。大夏神明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向我臣服。大夏成为众多联盟的输家，成为众多联盟的输家。放屁！我大夏凭什么成为你们的输家？你们整个西方加起来还没我们大呢！就是，要不是你们众多联盟针对我们，我们大夏不惧你们任何人。如何？你只有这一次选择的机会。抱歉，我大夏和樱花、天竺那种软骨头不一样，我们不喜欢给别人当狗。大夏的神明，我是在给你生路。若拒绝，便是与我众多联盟全部神明为敌。你想清楚了？要打就打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很好，现在大夏的神明为你的话付出代价吧！这群畜生，他们是想围杀哪吒大神！我大夏之前的神明都是被众多联盟这样针对陨落的，难道历史真要重演？我泱泱大夏真的要接受这样的屈辱吗？这是检测到绝境战役共鸣，齐天大圣孙悟空神格激活，二郎显圣真君杨戬神格激活。独眼瞎子，俺老孙早就知道你们就爱使这种下三滥的围殴手段。大圣，二郎真君，你们这是……三坛海会大神哪吒神格激活。你们小子，你之前不是喊得挺响，要复兴大夏神界吗？这些杂鱼交给我们收拾就够了。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只召唤了哪吒大神吗？大圣和二郎神怎么也出来了？孙悟空、杨戬、哪吒，虽然不知你三人如何冲破封印现身于此，但你们不会天真的以为凭你们三个就能抗衡我等吧？独眼瞎子，你耳朵塞驴毛了！俺老孙说了，就凭这群臭鱼烂虾，我们三个够了。至于你，有人早就想收拾你了。裁判，我等神明之间的战斗，难道国运擂台也要插手？非议！大夏契约者苏月，鉴于你在本次国战中已连续淘汰天照、梵天2尊敌方神明，战绩卓著，根据国运擂台隐藏条款，现特许你获得一次额外召唤资格。现在，请召唤你的第4位神明。你是说，我可以再召唤一位新的神明？不公平，这绝对不公平！凭什么大夏能在国战之中召唤新的神明？这绝对是大夏实战！不公平！你们众多联盟100年围剿我大夏时，怎么不说公平？
几10个打我们1个叫公平，现在我们有资格召唤新神，你们就跳脚了？大夏契约者是否使用此次资格抽选新神明？我要召唤！检测到契约者进行2次召唤，扮演系统同步介入。我选择召唤这位神明。恭喜宿主获得新神明模板混沌之主天地帝俊。帝俊是神话里那位混沌中诞生的天帝，日月之父，万神之祖，苏月竟然把他召唤出来了！赢了！有帝俊大神在，我们赢定了！众多联盟的杂碎等死吧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我们明明已经将大夏神界彻底封印，诸天神门皆锁，你怎么可能显示？跨越时间，执掌混沌，这就是天地之力。晚辈江凡见过帝君天帝。大夏神界封印未解，吾本体不得降临此世。当然，吾诞生于天地混沌之初，即便只得一缕神念跨越时空而来，也足以替大夏清理这些蛮夷秽物。难道现在的你只是一道分身？当然，但足以绝罢。你们欠大夏神界的债该还了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大夏神界封印尚在，他们绝不可能出手。不过是他勉强挤出来的一缕分身罢了。分身又如何？也足以。狂妄！永恒之枪，昆古尼尔。传说中由世界树枝干制成，一经投出必定命中，连命运都无法闪避的神枪。没想到大夏神明竟然能让奥丁大人拿出这把武器，大夏神明死定了！昆古尼尔，可无视因果，必中目标。虽然你派来的只是一具分身，但我这一枪可以直接穿过封印，命中大夏神界之中你的本体。就算是你无法阻止，帝君躲不了，死吧！只要将你斩杀，大夏神界将永无翻身之日。死吧，帝君！这不可能！我这昆古尼尔乃命运之枪，不是因果必中神魂，为何会？命运、因果，当年你西方神界联合天竺、樱花等蛮夷，畏惧我大夏神界，趁我等不备，将天庭封印。现在尔等竟然直面我，那又如何？也等如今被封印于混沌之中，不过苟延残喘。纵使你挡下一枪，难道还能跨越这无尽时空，对吾出手不成？我诞生于混沌之初，即是日月之父，亦是混沌之主。你的昆古尼尔能跨越空间出手，我何尝不能逆转因果，踏破空间？待我大夏神界脱离桎梏之日，定当亲临西方神界，踏碎尔等神坛。那是什么？奥丁大人竟然被大夏神明隔空重创！大夏神明不是低等猎神吗？怎么可能拥有这种力量？我不信，这一定是幻觉！江凡，封印虽在，但我大夏神明的怒火从未熄灭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这怎么可能？
我们明明已将大夏天庭彻底封印，混沌之外，时空隔绝，他们怎么可能还有这种力量？你一定是你，卑鄙的大夏人！我要你死！我被称为战神格林姆，全能之神，众神之父。我的神乌鸦为符金和雾泥象征思想记忆。我的存在即是阿斯加德！大夏人，死吧！无为天地，掌阴阳四时之变，控万物生灭之机。区区雷霆，也配与周天星辰相提并论？摘星、宇恒、陨落。不可能！我为阿斯加德征战万载，踏平9大神域，从未一败。今日竟败于你这大夏神明之手，我不甘心！征战万载，踏平9域。我大夏神界上有盘古大神开天辟地，定清浊乾坤；中有三清道祖立教传法，掌天道轮回；下有28星宿镇守四方，365尊天庭正神各司其职。尔等西方神界不过蛮夷之地，草创之邦，也配与我大夏天庭相提并论？闭嘴！我率领阿斯加德神族征战9域，区东方神界，终将成为我版图上的一角。我冥顽不灵。我乃阿斯加德神王赞火。奥丁大人，不！我们的诸神奥丁陨落了。浩丁乃北欧众神之王，阿斯加德主宰，为何没有留下主神本源？恭喜宿主击杀奥丁分身。分身？横扫神山，施展神国雷霆，与我激战至此的，竟只是一道分身。今天真他娘的痛快！你们众多联盟横行霸道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还有今日这般狼狈模样？这怎么可能？强如奥丁，有众神之王，竟然也会陨落！大夏人，就算你们赢了这一战，又如何？不过是一道分身罢了。待奥丁大人真身降临，定将尔等碎尸万段。没错，要是真单挑，老子根本不怕你们。没有下一次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众多联盟一个不留。你不能这样，这违反国运擂台规则。规则？你们联手封印我大夏天庭时，可曾讲过规则？今日便以尔等之血祭我大夏诸神。大夏，你疯了！我们虽组成联盟，但我方神明从未针对过你大夏。神明之争为何要牵连我等？大夏若赶尽杀绝，我等与你们势不两立。当年围攻我大夏神界时，怎么不讲道义？血债血偿！我们放弃抵抗，是敬你战胜奥丁之威。何必赶尽杀绝？少把自己说的那般道貌岸然。当年众多联盟封印大夏神界，你们全都有份。妈的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等什么？大不了鱼死网破，老子就不信了。那这么多神明加起来，
对付不了你们4个大夏杂碎。鱼死网破，你们也配？哼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他们竟然真的敢！阿瑞斯大人，阿波罗大人，全灭了！该死的大夏，你们怎敢！大夏，你们屠神灭迹，行事如此决绝，难道就不怕众多联盟的报复吗？你们众多联盟针对我大夏，封印大夏神迹，导致契约者陨落，现在居然说要报复我们。有本事你们就来！恭喜宿主斩杀太阳神阿波罗、海神波塞冬，宿主获得太阳神阿波罗主神本源、海神波塞冬主神本源。有了这些神卡，应该足以破除大夏神界的封印。大夏神界是时候重见天日了。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。国运战场第20战诸神战场，胜者为大夏。国运战场第20战诸神战场，胜者为大夏。赢了，我们真的赢了！众多联盟针对我大夏这么久，我们终于赢了！大圣显威，真君护国，哪吒降魔，帝君天地离世，大夏神界为我！大夏契约者作为诸神战场最终胜者，此乃你的奖励。这是什么？此物乃是神明之本源，持此本源，可于陨落神明中择一复活，重燃神火。神明本源，复活神明？不对，此物并非复活神明那般简单。若是有了此物，说不定能彻底解开大夏神界的封印。复活一尊神明吗？帝君大神，你们比我更需要这个，请带着它，让大夏神明重临世间吧。检测到宿主获得无主神明本源，是否炼化？炼化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宿主可以通过炼化神明本源，经历神性重塑，脱离凡人范畴，晋升为拥有完整神格的大夏神明，成为真正的大夏神明。宿主是否炼化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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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圣被封印500年，帝君天地被困混沌，杨戬、哪吒，无数大夏神明为了守护这片土地付出一切，甚至被封印也要拼死出手。而我不过一介凡人，侥幸得系统相助，何德何能窃取这本该属于他们的重生之际？帝君大神，您怎么了？脸色好差。没什么，这场战斗结束了。是他们，他们回来了！英雄，我们的英雄回来了！孩子，你是大夏的英雄，是我们所有人的英雄。不是我，真正拯救大夏的是那些在绝境中为我们而战的神明，是齐天大圣，是二郎真君，是三坛海会大神，是帝君天地。现在也是时候让我大夏神界重见天日了。检测到宿主持有天照主神本源、梵天主神本源、神明本源，是否消耗主神本源，解除大夏封印？当然！天上，快看天上！嘿嘿，500年，整整500年，
俺老孙又站在这南天门外头了。你们瞧瞧，这门柱子还是老样子，连上回俺老孙砸出来的那道裂痕都还在。这回俺可不是来闹事的，是正儿八经打完了架回家的。大圣，慎言！玉帝陛下亲临，休要失了礼数。孙悟空、杨戬、哪吒尔等今日归来，踏破封印，重燃大夏神火，实乃天地之幸，众生之福。陛下，客套话先放一边，我就想问个明白，当年天庭为何突然自封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把我们这些在外征战的神将一股脑锁进混沌里？您知道这300年来大夏人间成了什么样子吗？凡间百姓差点亡国灭众。此事非朕所愿，亦非天庭众仙所愿。唉，此事因果纠缠，劫数难逃，还是由老朽来说吧。当年决策，老朽亦是局中之人。老官儿，是你？俺就说当年那封印的手法，怎么透着一股子炼丹炼糊了的焦味儿？快说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当年俺老孙打上凌霄殿，踹翻八卦炉的时候，你可没这么吞吞吐吐，藏着掖着。大圣息怒，息怒！当年之事，老朽何止是知道，老朽乃是亲手落下封印的关键几人之一，然其中隐情，实是受制于人，身不由己。老君，莫非您是被胁迫的？以您的身份和修为，3界之内谁能胁迫于您？唉，有一存在，凌驾于诸天万界之上，超脱神魔，不归五行。他自诩为秩序之才，以天道重整、平衡诸界为名，降下最终神谕，要求大夏神界自封于混沌，断开与人间香火愿力之联系，沉寂万载，否则如何？否则便非只毁灭神界，他将降下归墟之潮，从源头惹出大夏人族存在于所有时空的痕迹。人间一兆生灵，历代先祖阴魂，煌煌文明传承，皆如沙滩字迹，超过无痕。放屁！什么狗屁秩序？凭什么我大夏强盛就得被封？他算哪根葱？非是惧怕他之力，而是彼时我等以周天星斗大阵推演万界，亲眼目睹已有其方不下于我大夏的神域，因反抗其修剪，而被那归墟之潮彻底湮灭，神民俱亡，因果不存。我等若不顾一切反抗，大夏神州人间烟火顷刻变成昨日幻梦。他无名无相，不可言说，不可认知，我等只能以一道扭曲的虚影窥其10000分之一貌，称其为虚无之影。老君所言无虚，当年那虚无之影的神域直接烙印于朕与3清道祖神识深处，其意冰冷，不容置疑。大夏神界过于强盛，已引动诸天万界气运偏邪，破坏恒常秩序。若不自封神界，沉寂削权，则归墟立志。所以就认了。我大夏神明开天辟地以来，怕过谁？斗过魔，战过妖，震过四海，平过八荒。一个藏头露尾的玩意儿，几句话就把咱们吓住了。玉帝老儿，你当年下旨锁我的劲儿呢？三太子，且听陛下说完。若事已至此，必有我等未知之难处。非是惧其危险，而是朕与老君、四域、五方天地合力以昊天镜照彻未来万种可能，无一例外。凡我神界反抗之象，皆引动那归墟之潮，人间顷刻化为虚无。那存在，它并非在与我等商量，而是在陈述一个必将执行的结果。口说无凭，诸位请看，此乃老朽以残缺记忆重构之景。此7大神域，其力或不弱于我大夏多少。反抗即意味彻底消失，不是战败，是从未存在。彼时大圣力压五行山，真君镇守灌江口，三太子重生未久，神界顶尖战力不全。更关键是，我等算不出任何一条既能保全人间，又能击退那存在的路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怎么又能解封了？
俺老孙看那南天门开得挺利索，那什么狗屁影子没来管。因尔等在人间这300年的挣扎，尤其是最近一连串国运之战，你们以为只是擂台胜负？不，每一次大夏子民为你们欢呼，每一次信念汇聚，每一次愿力升腾，都是在冲击那虚无之影设下的封印枷锁。所以，我们击败樱花天照、天竺梵天、西方诸神，夺取的所谓主神本源，那并非单纯的力量结晶，那是虚无之影，用于锚定和维持对大夏神界封印的规则之蝎。你们每击败一尊，为其默许甚至暗中推动来打压大夏的外神，就等于拔掉了一根钉在我们身上的钉子。你们凝聚的人间愿力，则是融化封印本身的火焰。那如今虚无之影何在？我等破除封印，他岂会作事？他已知封印松动，终究还是惊动了他。装神弄鬼，藏头露尾算什么东西？有本事现出真身，跟你孙外公堂堂正正干一架，吃俺老孙一棒！秩序必须重整，过度生长，枝叶当修剪，大夏偏离平衡，执行修正。修剪？你他娘的当自己是园丁啊！我大夏神界是参天大树，是撑起天地的脊梁。你算哪块地里冒出来的杂草，也配提修剪2字？啸天！系统，立刻分析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弱点在哪？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超越当前数据库认知上限的存在形态，能量层级无法测算，法则构成无法解析，存在性质偏向规则抹除，极端危险。强烈建议宿主及所有关联单位立即进行最高维度空间跳跃撤离，重复立即撤离。俺老孙偏不信这个邪，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，看棒！什么？俺老孙的如意金箍棒！这他娘的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大圣速退，此物不可力敌。它并非实体，乃是存在之否定规则的具象化。万物触之，即被从有定义为无。快走！老官儿，这玩意打哪儿来的？当年就是他逼你们封的天庭。正是，它乃诸天万界运行底层规则的纠错机制。凡一界文明、一族神系，其发展过度可能影响万界平衡时，便会引来它的修剪。老朽当年非是贪生怕死，实是他已若不应允，便将老朽八卦炉中正在炼制的寰宇造化丹与炉火一同归无相协。那丹炉之火牵连大千世界生灵造化之机，老朽不得不从啊！走，快走，去禀告玉帝，虚无之影不可正面力敌，唯有汇聚大夏神界万神之本源神性，再引动人间一兆生灵不屈之愿力，将神性与愿力融铸为一，或可锻造出一柄能暂时定义存在、对抗虚无的心念之剑。记住，万神合一，愿力成风，此乃唯一生路。老君，老君！老君他被那黑影吞了，连点渣都没剩。那鬼东西根本不是来打架的，是来灭掉我们的。老君临了说句要万神归一，愿力成剑。万神归一是要集合所有大夏神明的力量吗？可老君说还要人间愿力。老君所言乃是我等当年推演出的唯一一线理论上的生机，非至神明之力，需天地人三界同心同德，以人间一兆生灵不屈不挠、自强不息之信念
愿力为剑锋，最是锐利，可破虚无之定义。以我大夏神界万神之本源神性，法则权柄为剑戟，提供支撑与导向，再以天道运行之恒常公理为剑囊，平衡内外，规制剑势，三者合一，方能铸成一柄可短暂抗衡，乃至击退虚无之影的护道之剑。理论可行，然实际操作艰险万分。如何铸剑？何处为炉？何人为将？最关键者，何人能承受万神本源与人间愿力加身？此等负荷，恐开天辟地以来无人能担。需一位心之如铁、信念如钢之凡人为主持，为熔炉，为剑胚。此人需深得诸神认可，能调和冲突之神性，更需与人间有最深羁绊，能畅通无阻，引动异兆愿力。此人须是桥梁，是枢纽，亦是最大的牺牲者。啊，我不是你是谁？江帆，你仔细想想，你犯过杨戬大哥，请过帝俊天帝，现在连俺的神通你也用过，满天神佛，谁有你这么能折腾？你跟咱们几个都熟，神性冲突你最能调和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是从人间死过来的，你了解凡人的喜怒哀乐，挣扎不屈，你就是那座桥。小子怕了吗？这回可不是扮神仙过家家，要把那么多神仙的力量和整个人间的念想塞进你一个魂里。老孙，我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会发生啥，魂飞魄散都是轻的，搞不好连存在过这事儿都被抹得干干净净，比死可怕10000倍。江帆，此事无关逼迫，唯有自愿。你以为大夏死过一次，战过数场，功绩彪炳，即便此刻退去，亦无人可指摘半分。但若你愿前行，我杨戬愿以毕生青云妙道之神性，第一个托付于你。怕，我怕过。刚死的时候怕再也见不到故乡，战斗的时候怕输，扮演神明的时候怕不像。但玉帝陛下、大圣、真君、三太子，我江帆一个已死之人，侥幸得机缘，扮过神明，战过外神，见过帝君，听过老君遗言，这条命早就赚了。若能以此残魂铸成一剑，为我身后这片叫大夏的土地挡一挡那所谓的虚无，此乃我江帆生而为人之幸，死而为魂之荣。铸剑而已，何惧之有？来便是了。好，既如此，事不宜迟。老君已为我们争取了时间，但虚无之影不会等待太久。杨戬、哪吒，你二人速去召集天庭现存所有正神，于兜率宫丹房外汇聚。悟空，你随江帆先行一步，稳其神魂，准备承纳神性。江帆，随朕来。铸剑第一步，需为你重塑一具足以在其魂灵引纳万力的容器，而这容器之地，便是老君离去前唯一可能隔绝部分虚无侵蚀之处。八卦炼丹炉内那团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熄灭的造化原初之中心。小子，最后问你一遍，真想好了？进去那炉子可不是老君当年拿文武火炼俺那样，那原初之火烧的可不是肉身，是直接劝烧你的存在本质，你的记忆，你的情感，你的灵魂烙印，要把你练成一个纯粹能兼容万神的道书。这过程比扒皮抽筋、挫骨扬灰痛上10000倍，而且一个不好，你就不是你了，变成个没思没想的空壳子，那剑也就铸不成了。大圣，你觉得我现在除了这点执念和记忆，还剩下什么？我肉身早没了，系统也不过是工具。若这记忆与执念能在炉火中淬炼得更纯粹，更能担起铸剑之责。烧便烧了，至于痛苦，被虚无之影抹除，连痛苦都不会有。这一点锤炼之痛，算得了什么？既你意已决，我便先行。江帆，借我清源妙道之神性，望你持此心性，于万力加身时，能受灵台一丝清明，辨正邪，定方向。江帆，借我莲花化身之本源神性，此性主变革，
不屈新生，管他什么狗屁秩序，敢压我大夏，就要有魏仙帆的觉悟。死信给你，愿你永葆这份砸碎一切枷锁的锐气。俺老孙没那么多讲究，这毫毛里是俺被压500年，又保唐僧取经14年，一路斗天战地，从未磨灭的齐天意志给你。天要压我，我捅破这天，规矩恕我，我打碎这规矩。江凡，记住喽，铸剑不是为了遵守谁的规矩，是为了让咱大夏以后能自己定规矩。还不够，这点冲突算什么？天庭诸神，各方帝君，星宿仙官，和月正神，我江凡在此请借神力，万神归一，助我铸剑。系统，助我调和平衡，我不能散。警告：宿主魂体承载已达临界点，启动最终应急协议，调用所有已吸收主神本源。作为稳定锚点与调和剂，调用开始。小子，撑住啊！神性冲突太烈，虽有外神本源缓冲，但只是延缓，它需要更核心的协调之力。废话，可现在哪还有啊？剑胚已成，容万神之性为基，成造化之火速行。江凡，你做得比朕预想的更好。陛下，剑胚已成，燃其盾，未开封，尚缺最后，亦是最关键之物。人间愿力，众生心念，此乃斩破虚无之唯一锋刃。然，此风唯你能取，唯你能引。你魂机已成，可离天庭入人间。小子，你现在这样子还挺像回事，不过下去之后可别光顾着耍帅，记得跟老百姓好好说，他们信你剑才能立。人间愿力博杂而浩瀚，喜悦、悲伤、恐惧、希望皆在其中。你需引导其不屈，守护、传承之正面信念，滤除涣散消极之气，方成纯粹剑锋。对，跟他们说咱们神仙都在天上看着呢，跟他们说这仗还没完，需要他们一起把劲儿都使出来。我明白。大夏的子民们，我是江凡，一个曾死去又侥幸归来的游魂。我曾扮作二郎真君，战过樱花妖蛇，曾请来大圣元神，斗过西方天神，曾化身为哪吒，焚灭天竺伪佛。这一切非我一人之功，皆因身后有你等，有我大夏不屈的脊梁，不灭的星火。如今真正的劫难方至，天上那黑暗欲抹去我大夏存在之痕迹，如抹去沙上字迹。天庭众神已合力铸成剑胚，然此剑无锋，锋刃何在？锋刃在你们心中，在你们对家园的不舍中，在你们对亲人的眷恋中，在你们对未来的期盼中，在你们千百年来洪水滔天未曾跪，外敌铁蹄未曾屈的傲骨与血性之中。今日我江凡在此，恳请诸位借我一念，不借金银，不借力气，只借心头那一点光，那一点名为不屈，名为守护，名为传承的心念之光。请将你们对这片土地的爱，对华夏文明的信，对子孙后代的期许，化作光照向我，助我为这华夏之剑开封。此剑名华夏，剑锋所指，即是我等心之所向，魂之所系。秩序不可违逆，偏离过度，修剪执行。你的秩序是毁灭，是抹杀，是让万物归于死寂的平衡。我的秩序是生长，是守护，是让文明薪火相传的传承。不可能，此身虽散，秩序永在，万界之上，
尚有审判之平衡，终将执行。小子，活着就是有点累，好像身体被掏空。不对，我本来就没身体，反正就是想睡好久。审判之日，看来这虚无之影并非源头，或许只是更高层次秩序执行者派出的先遣，或者清理工具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怕他个鸟！咱们这回不也撑过来了？下次可得给个肉身啊，系统。